麻醉師把針扎進我手背時，周成宇還握着我的手，說康復後就回高雄補辦婚禮。我一直以為自己躺上手術台是為了把左腎捐給病重的丈夫。陳嘉恩核對識別帶後突然停住，低聲問我是否認識格蕾絲·惠特曼。我低頭看見受贈者欄寫着那個陌生名字，並不是周成宇。嘉恩把平板轉向我，配偶與醫療代理欄裡竟同時出現周成宇。我問他是不是資料填錯，他卻立刻拔掉輸液管，說藥裡已經有鎮靜成分。他告訴我只剩3分鐘能保持清醒，第2份同意書一旦簽下，誰也攔不住摘取。嘉恩手機裡還有一段偷拍影片，周成宇正在親吻穿着病人服的格蕾絲。他在影片裡笑着說：“我愛他愛到願意把自己的身體打開。”準備室大門隨即被推開，周成宇帶着保全走進來，命我躺回床上。他把我的拒絕稱為麻醉前焦慮，還要求醫護人員重新固定我的手腕。意識開始模糊前，我攥緊嘉恩塞給我的手機，問格蕾絲到底是誰？我醒來時躺在沒有窗戶的病房，手腕被束帶固定，左腹仍然完整。周成宇坐在床邊，像平常照顧生病的妻子一樣替我倒水。他承認自己和格蕾絲已經維持7年關係，而我手上的婚姻證明使用的是假身份。我們在拉斯維加斯完成的登記從法律上根本不存在，我也從來不是他的妻子。他告訴我，生命巧早在2年前就買下研究所健康檢查留下的血液資料。我的基因、腎功能與免疫資料都顯示，我幾乎是格蕾絲最完美的配對者。周成宇說直接買腎會被我報警，所以他先成為我最不能拒絕的家人。風險報告列着無孩子、無債務、家庭支持薄弱、責任感強，還寫我容易因愧疚犧牲。他平靜地說：“我們評估過你，才知道要怎麼愛你。”最後他播放母親的影片，裡面的他說若晴一定會願意救人。周成宇把新同意書推到我面前，我才明白3年愛情只是器官配对流程的一部分。凌晨火警突然響起，嘉恩滿身是血地衝進病房，剪開固定我的束帶。他說至少11名女性曾以配偶捐贈者身份進入手術室，檔案卻共用同一支電話。他把門禁卡和車鑰匙塞給我，要求我先逃，自己接到女兒後再會合。我沿着後勤通道離開醫院，第一次以失蹤病患的身份躲進陌生街區。隔天新聞卻報道嘉恩偷取芬太尼後駕車逃逸，途中發生嚴重車禍。醫院宣布他長期藥物成癮，所有指控都只是失控後產生的妄想。周成宇也公開稱我是受精神異常護士誤導的未婚妻，希望我盡快回去治療。一夜之間，唯一救我的人變成罪犯，我也成了被利用的偏執病患。我用嘉恩門禁卡背後的編號登入舊病歷查詢頁面，找到多筆被刪除記錄。其中一份捐贈者檔案只剩照片和病歷號碼，照片裡的人竟是我母親。母親明明被告知死於肝癌，系統卻把她列為活體器官捐贈者。醫院對外宣稱我已自願退出，格蕾絲會改由另一名匿名捐贈者接受手術。我知道只保住自己的腎沒有用，下一個人很快就會被送進準備室。我把母親病歷、嘉恩門禁記錄和那支共用電話交給周醫療律師。緊急視訊聽證開始後，醫院堅稱資料重複只是行政外包造成。委員會調出11份配偶捐贈檔案，發現多名丈夫使用相同聯絡電話。
不同國籍、不同醫院的女性，連填錯的地址格式與緊急聯絡順序都一樣。周成宇否認參與，我的手術識別帶便被投上聽證螢幕，上面清楚顯示他同時代理捐贈者與受贈者，違反最基本的獨立評估要求。醫院還想把責任推給單一護理師，門禁記錄卻證明多名主管曾反覆修改資料。州醫療委員會當場命令聖瑪麗醫院停止全部活體移植，相關醫師權限被暫停，伺服器也由外部人員封存，不能再刪除記錄。我公開了自己的婚姻、身體與移民資料，換來11名女性的手術一起停止。周成宇第一次失去立即摘腎的機會，而母親的病歷也終於不能再被抹掉。封存病歷顯示，母親接受的不是肝癌治療，而是活體肝臟右葉切除。術後記錄寫着感染、多重器官衰竭以及翻譯服務遭到限制。母親不懂英文，卻在沒有獨立翻譯的情況下簽下整套捐贈文件。同一時期，我確實曾在美國短暫住院，病歷卻被改成肝臟破裂等待移植。母親以為半個肝會被移植給我，才在影片裡說若晴一定會願意救人。我反覆播放那段同一影片，發現語句間存在多處剪接與聲音缺口。他真正問過什麼，是否反悔，全被人從公開版本裡拿掉了。唯一沒有被刪除的主治醫師簽名是許尚文。他在母親死後照顧我多年，我甚至一直把他當成第二個父親。我直接撥通他的電話，沒有寒暄，只問母親的肝究竟給了誰。電話那頭沉默許久，許尚文才低聲約我到奧克蘭一間廢棄餐館見面。許尚文坐在廢棄餐館角落，第一句便承認母親的半個肝給了理查·惠特曼。理查當時病情惡化，卻不願排隊等待正常捐贈者。他們偽造我的急診記錄，讓母親相信女兒肝臟破裂，只剩她能救我。母親術後發現我根本沒有接受移植，曾在加護病房要求報警。許尚文承認自己拍攝並剪輯同一影片，也簽下假病歷和死亡記錄。他跪在我面前說，生命橋曾用家人安全威脅他，而他一次次選擇配合。直到自己的女兒出現在新配對名單裡，他才決定把15年資料交出來。他從舊公事包裡取出一顆加密硬碟，裡面有多國私人移植記錄。許尚文說，至少47名捐贈者被假婚姻、假病歷或家人危機推上手術台。我剛接過硬碟，餐館玻璃突然碎裂，許尚文胸口立刻染紅。他倒下前只來得及說第二組密碼在格蕾斯那裡。我帶着硬碟從後門逃走，失去了活證人，卻握住了47個人的名字。嘉恩昏迷前設定的延遲郵件送到我手中，附件是格蕾斯完整病歷。病歷顯示他曾2次拒絕活體捐贈，醫療決定卻都被代理人推翻。我冒充清潔人員進入療養莊園，看見格蕾斯手臂上的透析導管。我質問他為什麼和周成宇一起奪走母親的肝，現在又想拿我的腎。格蕾斯卻說，成宇不是我丈夫，配偶欄只是父親安排的醫療代理身份。他與周成宇沒有合法婚姻，卻一直被迫讓他代表自己接受器官。格蕾斯承認曾看見捐贈者哭泣，也聽過來源不明的警告。他不是完全不知道，只是害怕死亡，所以一次次選擇不再追問。我沒有原諒他，只問硬碟第二組密碼究竟是什麼。
他說名單最初由母親建立，密碼是母親死亡的日期。我離開莊園時才明白，周成宇讓2個女人都以為對方才是真妻子和共犯。我用格蕾絲母親的忌日解開硬碟，47名捐贈者照片逐一出現。檔案把無居留、語言弱、經濟依附與家庭支持薄弱列成配對優勢。有人被假男友欺騙，有人以為只是切除腫瘤，也有人被告知孩子急需器官。每個人旁邊都有情感弱點分數，像等待拆解的零件，而不是活着的人。我的檔案排在第一，標注高配對、高責任感與母親死亡創傷。周成宇記錄我們每次爭吵、和好，以及我聽見他病危時的心率變化。他連我最容易心軟的語句都整理成腳本，提供給下一名中介人使用。硬碟最後還有波士頓計劃，14名新目標正在被接近。有人剛訂婚，有人收到假病危通知，也有人已完成第一次獨立評估。下一場手術只剩10天，受贈者是能替惠特曼家族保住政治關係的人。我想立刻公開母親真相，卻必須先阻止14個人有機會活下來的人。我聯絡3家媒體，沒有一家敢直接刊登惠特曼家族與硬碟資料。他們擔心來源不明、醫療隱私與財團訴訟，甚至勸我先把原件交給執法單位。聯邦探員也要求先取得硬碟，卻不願承諾47名資料不會被封存。我改變方法，只拿14名現行目標的共同危險申請緊急禁令。法庭螢幕列出14個案件編號，每個人的未婚夫、保險與醫療代理都連向生命橋。多名女性沒有獨立翻譯，評估時也從未被允許單獨見律師。格蕾絲以變聲方式匿名作證，承認自己拒絕活體捐贈後便失去醫療決定權。他的病歷與14名目標使用相同代理條款，證明這不是單一醫院疏失。法院下令凍結波士頓計劃與生命橋資料庫，禁止轉移任何配對者。14人分別收到獨立通知，翻譯與律師，不再由未婚夫陪同評估。其中有人第一次知道自己所謂的愛人同時負責替受贈者談判。47宗舊案還沒被承認，但下一場手術已經被迫停止。理查失去波士頓計劃，也終於開始把我視為必須徹底摧毀的人。新聞突然播放一段影片，裡面的我清楚說出姓名並自願參加器官交換。那其實是2個月前錄給家人的祝福影像，嘴型與聲音被重新組合。普通人看不出剪接，只看見我親口承認願意把腎捐出去。周成宇又公開訊息，指控我應要求500萬美元為國財誣告財團。勒索標題迅速登上新聞，連曾支持我的人都開始懷疑真正動機。惠特曼律師說許尚文死於私人債務糾紛，硬碟可能是我自行製造。法院暫時保留14人禁令，卻拒絕依硬碟擴大刑事搜查。我的工作資格、簽證與醫療保險也同時進入重新審查。我保存原始家庭影片與傳送時間，卻無法立刻證明重組檔案由誰製作。剛被救下的14人仍安全，我卻變成為錢反悔的自願捐贈者。周成宇用我的臉和聲音，重新奪回了他最熟悉的敘事權。惠特曼律師要求封存硬碟，指控我非法取得全球病患隱私。許尚文已經死亡，沒有人能在法庭確認檔案從哪裡取得。他的槍擊案也被定為私人糾紛，與器官網絡沒有正式連結。
加恩仍在昏迷，醫院堅持他偷藥後產生妄想，無法作為可信證人。格蕾絲也拒絕公開身份，因為理查已停止支付部分透析與治療費用。沒有來源證人，沒有護士口供，也沒有受贈者願意出面，資料鏈就斷在我手裡。法官維持14人的保護，卻拒絕批准47宗舊案的搜查。母親的名字與其他受害者案件一起變成灰色，標示暫不採用。理查隨即宣布，自己將在全球移植高峰會領取終身人道獎。宣傳海報上的他佩戴慈善獎章，笑得像從未拿走任何人的器官。我握着47個名字，正式制度卻仍然不承認他們曾被傷害。高峰會成了理查洗白的舞台，也成了我最後能接近他的地方。法院要求我把硬碟交由封存保管，不得再向媒體提供其中內容。我看着證物箱被鎖上，47名受害者也像再次被關進黑暗。媒體撤下調查報道，改用勒索疑雲與精神壓力描述我。格蕾絲因治療被切斷而不再回復，加恩仍無法醒來作證。母親案件也因同意影片與缺乏原始錄音，被標示暫不立案。我的簽證和工作資格被暫停，只能躲在廉價旅館裡等待驅離通知。我曾以為只要保住自己的腎，就能證明周成宇沒有贏。可母親依然被寫成自願捐贈，47個名字也無法進入正式調查。我取出第一天留下的手術識別帶，重新看見格蕾絲的名字。硬碟、媒體與法律入口都已失去，唯一能帶回醫院的只剩我的身體。周成宇仍然想要這顆腎，而他的貪欲可能比任何通行證更有效。我知道重新進去可能真的死在手術台上，也知道他們會準備好合理死因。我撥通周成宇電話，聽見他熟悉的溫柔聲音後，強迫自己不掛斷。我對他說，我願意簽，也願意把腎給你們。我告訴周成宇，捐腎可以，但他必須給我新身份和500萬美元。他在電話裡笑了，說沒有人真的不賣，只是每個人的價碼不同。這個條件正好符合他公開的勒索故事，也讓他相信我終於被現實馴服。我在醫院門口向媒體道歉，承認自己受到加恩誤導並錯怪未婚夫。所有攝影機都記下我的低頭，輿論更加確定我只是收不到錢才反悔。周成宇重新替我戴上識別手環，動作溫柔得像3年婚姻從未被揭穿。我提出手術前必須親眼見到格蕾絲，確認500萬美元確實有受贈者。他為了穩定我，同意安排病房會面，也允許我重新接受術前檢查。我又要求理查親自保證交易，否則不會在最後同意書上簽名。手術因此被安排在理查領取終身人道獎的同一天早上。周成宇以為我重新走回他的劇本，卻把醫院、格蕾絲和高峰會一起交給了我。我在病房重新見到格蕾絲，先承認自己曾把她當成奪走丈夫與腎臟的女人。親吻影片出現時，我第一個恨的是她，而不是安排2個女人互相敵視的制度。格蕾絲也承認，她曾看見捐贈者哭泣，卻接受父親說對方只是臨時害怕。她害怕透析失敗和死亡，所以刻意不問器官從哪裡來。我沒有要求她證明自己善良，只問是否願意親自決定接受什麼治療。她在獨立律師見證下簽署文件，撤銷理查與周成宇的醫療代理權。從那一刻起，
任何人都不能再替他同意陌生人的活體器官。我們約定，若病房裡有人承認傷害捐贈者，他會親口拒絕我的腎。格蕾絲仍然害怕死亡，也沒有承諾一定能在父親面前站穩。他只同意讓護士檢查胸前的透析監測貼片，加入獨立資料備份。我們沒有成為朋友，只讓兩個曾經逃避的人各自取回了一部分選擇權。嘉恩終於從昏迷中醒來，左腿神經受損，暫時無法自行行走。他醒來後第一件事不是替自己辯解，而是要求查看車禍當天用藥記錄。記錄證明芬太尼是在事故後被注入，他此前沒有任何長期成癮跡象。嘉恩拄着助行器聯絡曾參與移植流程的同事，請他們保存各自記錄。11名護士陸續承認，曾被要求修改病歷、關閉翻譯或阻止捐贈者單獨談話。有人沉默是怕失去工作，也有人相信只要文件齊全就不必追問。他們把班表、門禁記錄與電子簽章整合起來，補回嘉恩被指控刪除的程序。11個人的記錄互相吻合，醫院再也不能把所有異常推給單一護士。其中幾人原本負責高峰會醫療轉播，因此擁有合法技術工作權限。他們把格蕾絲的監測貼片接入獨立傳輸，並在3個不同地點保存資料。貼片外觀與原本沒有差別，只有內部多出一套不受醫院控制的訊號。嘉恩曾獨自替我擋住手術，現在11名沉默過的人決定和他一起站出來。嘉恩把第一天保留下來的手術識別帶交給我，要求我注意編號最後3位。那組墨碼不屬於一般活體捐贈，而是院內無家屬死亡處理程序。我的識別帶從手術開始前就已經替術後死亡安排好處理路徑。2名手術後失蹤的女性也留下相同代碼，家屬至今沒有拿到遺體。母親5年前的病歷則使用同一套系統的舊版死亡編號。護士群又找到術中心律失常、來源不明藥物與快速遺體處理的預設醫囑。這些醫囑在我重新入院前就已啟用，並不是手術臨時發生意外才建立。受贈者寫成格蕾絲曾讓我發現背叛，死亡代碼則證明他們從沒想讓我活着離開。只靠代碼仍可能被說成行政錯誤，我需要理查親口確認這套安排。我要求護士不要取消預設醫囑，也不要讓周成宇知道編碼已被看懂。手環已經替我寫好死亡，我便讓寫下它的人自己解釋原因。全球移植高峰會開始時，主持人正在介紹理查即將領取終身人道獎。會場播放惠特曼基金會救助弱勢病患的影片，醫院則準備把我推進手術區。新聞同步重播我向周成宇道歉的內容，所有人都以為事件已經結束。理查在領獎前來到格蕾絲病房，握住我的手，稱我的善意會被世界記住。我問他母親的善意是否也被記住，他臉上的慈祥笑容立刻消失。他把母親的死亡稱為溝通錯誤，還追問硬碟是否真的已被法院封存。周成宇提出增加封口金，只要我完成手術並永遠不再提47名捐贈者。我故意問，若自己手術後改口，他們準備怎麼處理？理查平靜地說，他進了手術室，就不會再有機會說話。周成宇補充，術後心律失常和不明藥物足以解釋我的死亡。格蕾絲胸前的監測貼片悄悄亮起，病房裡每一句話都已傳向高峰會。高峰會大螢幕突然切斷慈善影片，
播放理查說我進手術室後不會再說話。理查命人終止訊號，11名護士立即啟動 3D 備份，播放沒有停止。47名捐贈者照片、姓名、器官與術後結果依序填滿會場螢幕。有人死亡，有人失蹤，也有人被寫成精神異常後遣返回原居地。醫院人聲稱所有人都簽過同意書，護士群便公開被關閉的翻譯與獨立訪談記錄。共用電話、假配偶、電子簽章與門禁時間互相對上，證明這是固定流程。周成宇抓住我的手臂，把我拖向手術電梯，命人立刻完成麻醉。他說只要腎臟完成移植，格蕾斯就會為他們證明一切出於自願。格蕾斯卻用輪椅撞開保全，對公開直播說：“我拒絕這顆腎。”周成宇推倒他，扯裂透析導管，卻仍繼續追我，完全不在乎受贈者生死。我逃進手術區，按下火警與緊急封鎖，防火門在我們之間落下。周成宇隔着玻璃喊所有文件都通過倫理審查，我便公開最後一份配對者訓話計劃。計劃記錄戀愛，並未說辭，母親死亡創傷與我的犧牲傾向，連每次心率都被評分。母親原始病歷、手環死亡代碼與理查受贈記錄完成對照，聯邦人員當場接管醫院。我站在沒有開啟的手術室門前說：“我的腎不是你們獎勵愛、財富或權力的獎品。”1年後，理查、周成宇與主要醫療共犯被判非法器官交易、詐欺與人口販運成立。惠特曼器官平台永久關閉，相關醫院與保險資產被用來賠償受害者。母親的原始錄音也進入正式記錄，她曾在病床上追問能不能把肝還給自己。47宗舊案重新立案，14名現行目標則取得獨立律師、翻譯與基因資料刪除權。周成宇在判刑前說：“若能重來，人會選中我，因為我最願意為愛犧牲。”我回答他：“重來一次，我不會再選擇一個需要我受傷才能證明愛的人。”格蕾斯拒絕我的腎後，重新進入公開名單，依法接受腦死捐贈者器官。他成功完成移植，放棄家族信託繼承權，加入病患權利組織。加恩與11名護士洗清竊藥指控，但他的左腿留下永久神經損傷。我回到高雄旗津，用母親名字成立醫療同意與獨立翻譯支援中心。開幕那天，加恩把最初的手術識別帶膠還給我，我當眾將它剪成2半。我刪掉周成宇最後一封信，對母親的照片說：“這一次，我救了我自己。”